不要，不要，不要！爸爸！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宫室入口在什么地方，下一步想一下怎么彻底捣毁它。这个秘密地下工事是日本人苦心建造，肯定会派重兵把守。我们要捣毁秘密防御系统，成功几率很低。而且这么大一个工事，要放进去多少炸弹？照你这么说，是没得做了。武器库，你们忘了我提过的兵工室里面有一个武器库了吗？那里面的弹药堆得有1层楼那么高。如果我们找到武器库的话，兵工室一定炸翻天。对呀，赵虎不是找到通风管道了吗？我们可以从通风管道进去，然后把雷管插好，再神不知鬼不觉地出来，到时候引爆炸药，日本人所有的阴谋就全完蛋了吧？关键是里面那么多的兵，要进去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去看了，驻扎在营地的兵全被日本人给杀死了，人数估计有1个排。现在里面守着的全部都是从工事借调过去的日本人。李天汉真是丧心病狂，有多少不知道真相的中国人因此而惨死？这样我们就有机会了。他们现在把秘密工事的兵力都调去驻守营地，也就是说，工事里的兵力数量大大减少，他们防御力越低，我们混进去的机会就越大。不如我们兵分2路，声东击西，主要军力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尽量拖延时间。我去兵工厂那边支援他们，另一部分去引爆炸药库。我们现在10几个人去对付那么多日本兵，真要是打起来，恐怕撑不了多久。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了，兄弟们，我们要做好全体牺牲的准备。我们10几个人把日本人一个军事基地，值了。对，跟他们拼了！拼了！拼了！沈文涛，你带1个人去跟前报告，炸掉武器库。我和欧阳教官尽量拖住时间。这是我的主意，怎么你说了算？我说我带队，谁叫你的爆破成绩全校第1呢？你以为引爆炸药库那么简单吗？雷管一插，引爆就完了。沈文涛，你平时足智多谋，我服你。前方阵地我来负责，你就负责一箭穿心。想好，你知道。别啰嗦了，老包，这次你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安装雷管。沈文涛他们会保护你的安全，记住，你们就从那个通风口混入工事里，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引起骚动。我一定会拖住李天汉他们，为你们争取时间。就这么定了，跟我来。向浩就是这个脾气。没事。还说没事，眼睛都红了。这次为了大爱，只能舍弃小爱了。我能理解。其实有一个问题憋在我心里很久了。我希望我问你的话，你可以坦诚告诉我。如果当初你先遇到的人是我，你会爱上我吗？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对不起。没事，我都说是开玩笑了。
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出发之前，再检查一遍雷管上延时爆炸装置。哎，别动，会爆的。哎，我在这个雷管后面安装了一个酸性溶液的装置，只要把雷管插上，把里面的阀门打开，酸性溶液就会发挥作用。1分钟，1分钟，酸性溶液就会把导线腐蚀掉。好，我知道了，我拼了这条老命也会为你争取时间的。你放心吧，你在里面洗个澡都来得及啊。今晚这次谈话，也许是我们两个最后一次了。怎么可能是最后一次呢？我倒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矫情。有时候我真的挺佩服你的，佩服你那种无所畏惧的精神，什么危险在你眼里都那么轻松。哎，你知道吗？我以前呢，还幻想可以治国安邦，现在却发现，能够为国家做一点有价值的事，一生难得。身处乱世，奸臣当道，军阀混战，世道艰难。是，真的想把这个世道翻一翻，让好人幸福，坏人呢被严惩。其实你跟我的想法一样，真想革了这个乱世的命。治国还是太遥远了，先救民吧。你我呢，算是幸运的，生于富人家庭，不愁吃不愁喝。再看看现在的百姓，别说是幸福了，连温饱都成问题。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治民呢是治标不治本，其根本之道是治国，国强民才强，国弱民也弱。你想想，就连那可恶的小日本都敢在我们中国的地盘上肆无忌惮地建造兵工厂，还不是因为我们国家弱吗？一旦打起仗来，先遭殃的肯定是百姓。如果这个国家灭亡了，那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再也翻不起身来了。说得好，国家羸弱，百姓遭殃。如果明天我还能活着，我一定要让国家强盛，让老百姓吃饱穿暖，安居乐业。说到底，咱们俩的梦想是一样的。那我就把我的梦想交给你，你去把我们俩的梦想都实现。你把梦想交给我，那你干嘛？我现在把梦想交给你，也把钱宝宝交给你。我看得出来，你这小子是可以的。啊，你终于承认了。让我听听你最后说的一句是什么？我是想告诉你，你一定要给钱宝宝幸福，永远让他快乐，否则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这就不劳你操心了。哦，不要打宝宝的主意哦。好了，就给你一个机会，跟你的女人去执行一个侦查任务。现在5点多了，记得我们出发的时间是6点半，注意回来时间。还有，我们是7点整，同一时间行动。好了，别再跟我说了，我知道了。你今天怎么那么啰嗦？哎，别炸了。这里马上就会是枪林弹雨了，会有很多很多的人
没有办法再走出这片森林。家国羸弱，这是我们不得不付出的血的代价。不知道若干年后，还会不会有人记得在这天龙关里发生的事？还会不会有人记得我们？会的，这里的一草一木会记得我们，昆河三省的老百姓都会记得我们。如果这次我回不来了，你要照顾好自己。你说过的，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无论天涯海角、地老天荒，我们永远都不分开。欧阳教官，谢谢你允许我临时改变行动计划。我能理解你。都到齐了吗？到齐了。赵虎，你在这里等萧浩他们回来，跟他们一起去秘密公司那边。如果萧浩又犯老毛病的话，给他4个字：大局为重。放心吧。兄弟们，准备出发！这里。学员们，目前的局势，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这次增援集运战队的行动，的确是冒着巨大的风险。我们不强求大家，现在谁不想参加行动的，还来得及退出。有没有退出的？没有，大家都是好样的，全体都有。此次任务，增援精英战队，抓捕李家父子。我们的敌人是日本鬼子，立即出发。立正，向左转，后步走。怎么就你一个人？沈文涛临时改变了行动计划，换你带我们2个去秘密工事炸武器库。他和欧阳教官去营地了。我早就该知道，他们是有意要支开我们。什么时候走的？有一会儿了。萧浩，我知道你不想让你的兄弟替你冒险，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完成任务。冷静点。别冲动啊！沈文涛留话给你。什么话？大局为重。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该出发了。对时。现在6点57分，3分钟之后准备出发。行动。
这里。后面的快一点！把枪放下！打呀，往那儿打，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我们2个人换你们一帮人的命，值了。追！李记州，我看你还是省省力气，想想怎么和我们日本人合作吧。小日本也在这儿呢。过来！宫室里有枪弹，有人闯入！准备。有人闯进来，出去看看。快！他们只有10几个人，我们得想办法反扑回去。我们上中午区。156大炮！给我打！把这里统统给我炸平了！给我继续打！对了，我先去工室那边看看，这里交给你了，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是。受死吧！小心！走！
欧阳教官，没事吧？不要紧。我看见李天海去公室那边了，江浩有危险，我去帮他。好，这里交给我，你快去吧。怪白，跟他去。好。那两门炮不灭，我们都得死。拿手榴弹把他们炸了。走，是。没事吧？没事。没弹药了。打！杜峰，带兄弟们转移阵地。跟我来！往上走，走！赵虎，赵虎，赵虎！赵虎，赵虎，赵虎，你不能有事。浩哥，我尽力了，尽力了。江浩，你平常不是很嚣张吗？今天怎么躲起来了？真有种你站起来！江浩，你跟沈文涛声东击西这招虽好，但是以卵击石，注定失败。你的好兄弟沈文涛已经在黄泉路上等你了。那我现在就做个好人，一起送你下去。兄弟们，把日本人的工事炸了！
我们就死而无憾了！杀呀！呀！ 你还好吧？你现在才到，我就知道你死不了。现在敌人什么情况？杀了很多日本人，李天汉逃了。同学们，全力追捕李天汉和山本。我们的敌人是日本鬼子，把你们本事都用出来，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拼了！拼了！我不会让你白死的。 李天汉，你这个畜生！这么多年的兄弟，你都要杀！把枪放下！放下！我投降。快闪！走！ 把枪放下！放下！不想他死的话，把枪放下。别过我，杀了他！ 我没那么好的耐心。好。 李天汉，你这个日本人的走狗，卖国贼！你杀害兄弟，为日本人卖命，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走！走！走！ 李
究竟是谁？向浩，你们之前都说错了，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卖国贼，我本来就是个日本人，我的真名叫做藤冈三郎。那李继周呢？李继周，他只不过是个没用的蠢货罢了。他连自己亲生儿子被调包杀掉都不知道。还有，我从小就在黑龙会接受武士的训练，只不过一直在隐藏实力罢了。我今天就要弄死你！跟他废话！
我们兄弟，我好累。我先去见少华。我不行，我不让你死，我不让你死。我们下一次再做兄弟。不，我只要这辈子，我不许你死，我不许你死。别忘了，你曾经答应过我的，你要好好的照顾宝宝。保重，兄弟。别睡，文涛，别睡，醒醒，文涛，醒醒。是，我是做错了，那也用不着跟你道歉嘛。你永远一副道德捍卫者高高在上的样子，给谁看呢？行，今后好事你来做，坏事我来做，行吗？你这是知道错的样子吗？那我用我的态度来告诉你。你不是看我也不顺眼，打我呀！少涵，你的肩膀好宽阔，你的发丝好迷人。我告诉你，你要再恶心的话，你的味道，我把你丢下去，不管你了。你不会的，因为你不就舍得，我杀了你都舍得呀。如果我死了，你会爱我一辈子，想我一辈子吗？你还没有回答我。好，我想你一辈子，好了吧？放手啊！1年前，我没有办法救少华，让少华死在我面前。之后我就发誓，我绝对不会再让自己的兄弟死在我面前。从进入军校那天起，你就是我的战友，我的兄弟。我没得选择，要么就一起死，要么就一起出去。谢谢。谢什么呀？不是说过吗？兄弟是应该的。其实，我想照顾的不仅是狗狗，有些话很久之前我就想告诉你。最后的告别是炮火声中写下的书信一页。对不起，没有遵守诺言，让你一个人去看春花绽放。对不起，没有照顾好自己，不能陪着你到地老天荒。文涛，文涛，文涛，我不要你走，文涛。
是亲吻，是吻别我一生的碰撞。你深深情，是印章前灯无处思念。我不让你走。是炮火声中写下的初心。对不起，没有遵守诺言，让你一个人去看春花绽放。对不起，没有照顾好自己，不能陪着你到地老天荒。
你记住，你就是把我杀了，你也活不了。我没想活，我原本想留下你个活口，但是我真的做不到。山本，你必须死！不要，不要，不要！爸爸！
日本间谍、罪犯李天汉，罪大恶极，已被当场炸死。从犯李继周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龙城军校校长一职由欧阳飞接任。案犯钱宝宝虽犯有冒名顶替、违反军规的重罪，但念其此次任务有功，故功过相抵，不再追究其责任。另，此次摧毁天龙关秘密地下工事一役，事关重大，全校师生均不得对外声张，违者军法处置。立正，起立，礼毕。兄弟们，这枚奖章虽然不是政府颁发的，但是它却代表了我们军校全体师生，还有昆河三省的百姓，对你们最好的认可和尊敬。我没法给你们举办一个风光的颁奖典礼，但是我可以把他们亲手送到你们面前。你们都是好样的，请安息吧。我们不会忘记你们，中国人民也不会忘记你们。你真的决定留下来不回德国了？当初回国只是为了一个虚幻的执念，但这次决定留下，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我想跟我爱的人在一起，更想跟他在一起，为我们的国家做一些事情。欧阳校长，欧阳校长。你们俩有什么事吗？苏医生、谢主任，你们要走啊？是的，历城一直在打仗，最近还闹了瘟疫。哎，因为缺少医生，导致很多人死亡和患病。红十字会希望我能去那边担任战地医生。我跟苏医生决定在一起了。既然他要走，我也跟他一起，去给他做助手，也好救更多的人。校长，请放心，我们会与我们的下人把工作交接完再离开的。我尊重你们的决定，无论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都是为了昆河三省的百姓。二位，生逢乱世，保重。保重。原来大帅只是借了我们之手，铲除日本人罢了。我们流了那么多血，牺牲了自己最好的兄弟，却只是为了保全他的地位，维护他的颜面而已。对了，清理天龙关残骸的士兵没有找到钱宝宝的遗体，所以遵从你的意思，没有给他立墓。他没有死。我相信，他还活着。
我要走了，去完成我们的心愿。你在天有灵，一定要保佑我。既然要走了，就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一直是我向浩心中的榜样，真的敬佩你。不过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啊，我一定会超过你。走了。保重，我的兄弟。向浩，一定要走吗？你要是不走，极鹰战队队长之位一定是你的。留给你吧。我已经厌倦了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我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去寻找能让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力量。而且，我还要去找宝宝，他一定还活着。我怎么都得找到他。你一定要回来，我们等你。我不一定会回来，但是我们一定会再见的。小浩，我们永远是兄弟。保重，保重。向浩，有时间回来看看我们。一辈子的兄弟。小浩，虽然我是你的教官，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找到一条能让家国富强、民族复兴的路，告诉我，我一定是第一个来投奔你的人。我坚信，总会有那天的。保重。别有意思啊，跟去年一样。是，当然了，不会吧？是啊，你要去那个一个，全体集合！全体都有，好礼！报告校长，极鹰战队集合完毕，请指示。今天
我有2件事要宣布。第一，萧寒教官正式成为了我们龙城军校的心理学教官。第二，经全校教官推荐，现在我正式任命杜峰为极鹰战队队长。兄弟们，天龙关之战对极鹰战队来说是最惨烈的一战，也是我们跨越的第1道玄关。只要我们的队旗还在，我们的队魂也因此不朽。极鹰云集天下英才，为天下百姓、为国家尽忠，为人民利益、为正义尽忠。我希望大家不辱使命，建功立业。然后呢，公主啊，很厉害，她就带着一大堆的侍卫，打败了魔王，有没有很厉害啊？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个王子。可是公主每次做梦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王子，可她总是看不清王子的脸。她很努力地想要看清王子的脸，可始终看不清。公主就好着急呀，怎么办呢？公主好想看清楚他。宝宝，对不起，我不认得你。我是向浩啊。向浩。你不记得了吗？你好，我叫向浩，我能坐这儿吗？
我觉得你好熟悉啊。这个场景，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也许，在梦里吧。你看，这风景好漂亮。你怎么了？没什么。外面的风景是很漂亮。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在一列火车上，我曾经碰到一个女孩，她特别凶，她还咬我，我管她叫死八婆。可是后来，发现他不是他了，再也不是他了。尽管这样，我还是爱他。我们两个在一起经历的太多，可是后来，他们说他死了，我不相信。再会。